Hello， 大家晚安，欢迎再度来到拥抱心理，我是拥抱心理的所长周梦许，职场心理师。最近有一部电影很有名，讲了很多的情绪，叫《脑筋急转弯》，然后就让我想到，其实盛峰心理师在2022年和2023年，我们在做那个线上直播的时候，其实他也讲了一系列跟情绪有关的直播，那个时候其实是很受欢迎的，我们的那时候的观众是很多的。上个专题其实已经邀请他了，所以这次还是一样的邀请林盛峰临床心理师。这次要来谈的是，真的是在谈盛峰心理师一个很专长的一个部分，就是情绪。那因为脑筋急转弯里面其实有好几个角色哦，所以我们这个专题就真的是按照这个角色来做不同的介绍。今天第一集要介绍的是谢幕，是不是？对，没错，叫做阿木。对，我还看了一下荧幕，叫阿木哈。首先欢迎盛峰心理师跟大家打个招呼一下。大家好，我是林盛峰临床心理师。对，那这次呢，跟大家谈的关于情绪的这个系列，我们先从阿木这个角色开始跟大家说明。但是说真的，其实阿木在这个《脑筋急转弯2》里面的戏份没有很多。可是阿木是一个羡慕或嫉妒，这是一个现在社会，尤其是现在 IG 脸从这个社群媒体开始之后，这是一个现在非常很多人会有的一个情绪。对，没错，甚至成为一个常常来谈諮商里面一个很常被谈到的主题，谈到的议题，甚至其实是一个困扰。所以可以先来了解一下，就是在什么时机或什么时候呢？这个羡慕它会登场呢？就它在你的心里面，什么时候会触碰到这个羡慕这个感受，或者是说嫉妒这个感受？滑 IG 的时候，滑 IG 的时候，滑脸书的时候啊。滑脸书滑到什么的时候？就是那种很美好的照片啊，例如说我常会看到，就是身材很好啊，对，然后他的那个旁边的那个男伴也很帅啊，然后两个人他就可以拎着很漂亮的包包，穿得很漂亮，是，然后那种或者是这是一种嘛，这是可能比较外在形象的，对，或者是有另外一种是他会发一些文，他在做什么，或者是他有一些很棒的一些成就跟才华，是那种就会有一种，也许是羡慕但有时候我真的觉得是嫉妒。例如说看到那种住在那个很漂亮的房子啊，那一种没错。所以这样归纳起来啊，其实羡慕的感觉通常会是出现在你看到好像别人拥有一些，不管是他的能力特质或他拥有一些东西，但是你自己目前没有的，对不对？所以自然而然就会有一种憧憬啊、向往，就是想要跟他一样。对，这是羡慕比较会出现的状况。但是嫉妒呢？嫉妒就是有一种你好像有一种排斥力啊，讨厌他。对，虽然最强烈一点。虽然你有向往，但是呢，我们就是扪心自问，其实是有向往的，但是我们第一反应可能会觉得，我没有，或者是凭什么是他？凭什么是他？或是谁稀罕呐？对，看起来真是碍眼。对，就是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呢，嫉妒比较是属于黑暗版的羡慕，心里对于那样的一个不管是特质啊、能力啊，都是有一些渴望的。但是羡慕我们是直接想要靠近跟趋近于他，但是呢，嫉妒呢会让我们反而停在原地，或甚至我们远离他，有一种敌对的感觉。有点敌。可是这两个情绪反应，或者是我们因为生活心理师最常讲的是一种能量状态嘛，听起来是很不一样。那又会怎么影响自己？怎么影响自己哦？那我们可以想想看嘛，羡慕的话，是不是我们会想要靠近他，就会想要跟他一样，可能会激发我们想要努力学习，或是努力得到那样子的东西的一种动能。对。但是嫉妒可能会相反，嫉妒可能会想要破坏它，对不对？或者是呢，你会想要离你渴望的事情，或者是你觉得内心是有喜欢，但是表面我们说服自己我们讨厌他的对象离远一点。所以其实我们更深的去剖析这个情绪里面呢，其实我觉得涉及到两个很重要的关键
的因子。第一个呢就是比较心态，第二个因子呢就是我们对于自我认同的这个程度。这个是很重要的。可以再解释一下吗？比较心态听起来是可以理解的，可是会比较也很正常。是，但是呢，我们如果要好好的来去超越这样的一个情绪啊，或是让我们可以在内心有比较健康的这样的状态的话，我们要学习的一件事情就是要慢慢的去超越跟脱离这种比较心态。这样的一个我们的二元的世界里面啊，你要比较呢，它是永远没完没了的。比较像是一种动作嘛，或者是这种内在的一种认知嘛。是，在这个的时候，其实它是一个二元对立的状态。对啊，就是要么就是我比较好。或他比较好，或哪一个比较好，或什么样子的，就是只能够选择其中一个。所以比较心态，如果它是一个惯性的话，如果我们今天已经得到了一个很棒的房子了，可是呢，我看到有更有豪宅的人，我那个比较心态，它还是会持续的有惯性，我可能就会想要再追求更好的。可是这个听起来也是一种动力啊。对，这个可能是一个动力，但是在我们的心理内在的状态，你是可以就是舒服、安稳的、平静的、喜悦的去追求，还是你是带着一种不舒服，或是匮乏，或是一种很痛苦的状态在追求？这有不一样的一个方式。这个真的不一样。所以我觉得比较心态呢，就是说，当我们慢慢的去超越这种比较心态的时候呢，我们比较能够从这个羡慕跟嫉妒的这样的一个情绪里面，慢慢的脱离出来。那很多人其实就会想说，那这样比较心态要怎么样去调整？我举个例子好了，常常我们会跟失恋的人啊，就说，就是可能被分手，对不对？你就会劝你的好闺蜜或朋友说，那个男的就是个渣男，这太烂了，一定要这样，一定要去，这个版本多是一定会出现，一定会出现，没有错。那你可能会就跟他说下一个更好啊之类的，对不对？一定要跟他说你在我心中这么好，一定是这样子的，你值得遇到更好的。没错，但是呢，有些时候我们要稍微去注意一下，因为呢，这个男生是不是曾经他深爱过的这个人？是啊。如果我们去否定了这个男生，某个程度我们也在否定了过去喜欢这个男生的他。就代表他选择错误，也是。毕竟虽然我会去劝别人，其实自己也会被劝嘛。其实被这样安慰或劝的时候，说真的，其实有的时候心里面真的会有一种，你知道很多种感觉。有一种是真的是被支持到，对。可是也有一种就是，有的时候心里很想说啊，你不要把他骂这么难听。对，没错。毕竟。我还是对他还是有不错的地方的。是啊，就是那种你知道吗？就是也是一个两个感觉在拉扯。所以如果说用这样的否定的方式去比较的话，很多时候我们找到下一段恋情之后啊，可是我们内在的那个状态并没有真的，课题并没有真的处理好，所以就会在很多次的感情里面持续的受伤。直到我们回过头来去真正的去关注你自己到底需要或渴望的是什么。因为很重要的一点，我们可以跳脱比较心态，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你要开始把你的注意力回到你自己身上，从你自己需要什么还有渴望什么这个部分去跟你自己做互动，而不是去跟别人做比较。所以那是你刚刚说的第二个很重要的一个元素，叫做自我认同，而且你后面有加的程度。因为大家现在都在谈自我认同嘛，对。可是其实自我认同是的确比较抽象的，所以你把它想得更具体，叫自我认同的程度。对。所以意思是，其实从你生活形式的意思是从比较心态要可以比较跳脱。当然，很多一部分是要回来更关注自己。可是关注自己的这个过程，其实那个深度跟程度，还是会也是很关键的。对，也是很关键的。那这个自我认同这个部分呢，谈到的就是说，我们对于自己，我们能够拥有的，或是我们身上的这些特质，我们到底自己认同了多少？什么意思呢？比方说，你可能会嫉妒别人，好像身材很好啊，对不对？对。
或是可能我会羡慕有很多女生有很细的手臂，很细的手臂。OK， 那其实有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在于说，你心里相不相信你自己可以拥有很细的手臂？我相信，但要运动就有一点，目前还没。目前还没，对不对？但是你开始去做的时候，我相信那个感觉会不一样。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小例子，就是呢，我之前呢，就是开始上瑜伽课，是因为呢，我在健身房的时候呢，就看到有一堂瑜伽课，我就听到有一个瑜伽老师在里面代课的时候，我就突然有一种好羡慕的感觉哦。你羡慕什么？那个羡慕感觉一开始我没有很清楚，我只是觉得它非常的吸引我，所以我就开始上瑜伽课，然后我就很想要跟瑜伽老师接近，然后想要认识他。那我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一直不断的开始去探索我自己的过程，我发现其实呢，我是喜欢他的这个在舞台上这样有魅力，而且是这种瑜伽的一种形象。因为其实我想要学瑜伽很久了，可是我一直都没有去做。可是呢，很有趣的事情是，当我上了大概半年左右啊，到1年左右啊，我对于这个瑜伽的这个老师呢，就好像没有那么的吸引了。真的因为我觉得在我心里面，因为以前我是一个手脚筋很僵硬的人，所以呢几乎是很难去学瑜伽的。但是我开始去学的时候，我发现我可以，我可以做得到，而且我也开始有一点瑜伽的形象的时候，我就比较开始没有去羡慕那些瑜伽老师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就叫做我刚才说的，对于我们自己的自我认同或是自我形象的一种认同感。以前我可能不觉得我是可以学瑜伽的这块料，但是当我开始学习，我发现我可以的时候，我开始认同我自己拥有这块能力的时候。可是这个认同的过程其实也是一个过程嘛。例如说，刚学瑜伽1个月，对，跟刚学了瑜伽半年，没错，跟学了瑜伽1年，其实那个程度是不一样的。没错。OK。所以其实我们如果是用感情来比喻好了，如果今天一个男生啊，他都没有去接纳或者是看见自己内在的温柔的阴柔的那一面的时候，他就展现出非常粗犷的样子。所以我们都说我们内在本来就有阴性跟阳性2面嘛，所以他就会特别去喜欢上那种非常女人味、非常阴性的女生。但是这就有一个问题，很多的关系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呢，出现很多问题，就是说这男生他可能没有办法表达自己内在的脆弱，所以在关系上面就有很多的问题，可能男生就会比较暴力啊，或者是他会比较闷在心里面都不讲话啊，然后女生就觉得你为什么就是都不跟我讲你心里的话，表面是一个荧幕情侣，但私底下呢，其实关系他没有办法很融合的相处。所以当这个男生他开始去看见自己的阴柔面，开始去接纳自己的温柔面的时候啊，他开始慢慢阴阳在他自己内在慢慢做整合的时候，他其实就比较不会这么的跟这个他的另一半有这种窒息式的吸引。这意思其实生活心理师在讲的是那个自我认同，不是就是这个4个字而已。而是你可以看透过生活心理师刚刚讲的那个历程是怎么在这个不断去，就是我去做了以后，在这个历程里面，怎么样有更多不同越来越深对自己的认识、了解还有接纳，是，然后这些全部越来越扎实以后，其实那个自我认同的程度，意思说自我认同的程度可能很比较多或很深的时候，其实那个是真的比较能够，就不一定会那么需要羡慕或者是嫉妒了。对，甚至其实不要说不需要好了，可能自然而然就那个感觉就淡了。所以啊，当我们去羡慕或嫉妒一个样子，或者是一个状态的时候啊，其实最直接的方式就是我们努力的成为那个样子。那如果成为不了，
智商演员总会讨论嘛。这个是一个我刚刚讲的是一个外在的现实的结果，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你内在你自己觉得你能不能或可不可以。比方说，像我之前也有讲过，我是一个 I 型人，就是一个很内向的人。所以其实呢，往往在人群中啊，或者是在关系中，很吸引我的都是那种很 E 的、很外向的。他们就很快可以跟人家打成一片，很 social 的那种人。但是呢，当我在上身心灵的课程的时候，我记得印象深刻。有一次呢，老师呢就是要我当众在学员在30多个人的面前表达我自己是怎么样的人的时候，他们就是硬是推着我，让我表达出我是一个狂野的人。狂野，对，我认识生活中有的还有狂野的一面。但是呢，这个部分其实深埋在我的内在已经很深很久，我常常都表现出来的不是那个面相。可是呢，当我在很多人面前表达跟呈现我那个狂野的样子的时候啊，我发现有趣的事情就是，我后来啊，在遇到这些比较E型外向的人的时候，我没有那么渴望跟羡慕了。原因是因为我内心知道我要做，我也可以做得到。所以当我们内在如果有一个很深的压抑，或者是切断，或是封印住我们本来就具有的潜力的时候啊，我们其实就会比较容易会出现这种羡慕或嫉妒的感觉。我觉得刚刚在听盛峰的时候，我就想到我很喜欢的一个家族治疗师叫萨提尔。萨提尔有说过一句话，他说外在的改变啊可能有限，但是内心的改变永远都是有可能的。没错。可是盛峰刚刚在讲的是，其实是认识自己内心有狂野的那一面之后，也不一定代表 always 没错无时无刻都要展现得很狂野。我知道盛峰有很狂野，是因为我们的尾牙，他那一天是蛮狂野的，所以意思就，但是他平常就是这样哦。所以我的意思是说，盛峰心理师的意思是说，认回自己嘛，认回自己心里面的某一块，但并不代表你行为上都要展现。可是当你那个在自我认同上，然后比较放下二元对立这样的一个比较的时候，其实你那种羡慕的感觉、嫉妒的感觉就会越来越淡。对，没错。所以在认同过程中，让我们慢慢的在我们内在回到一个越来越完整的状态。那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超越羡慕跟嫉妒一个很重要的方法跟方向。其实生活心理师有做一个总结啦，那个3个方法，你要不要直接1、2、3？好，最后给大家3个总结。第一个就是我们学习去发展我们未发展出来的潜能。第二个就是我们要更深的去接纳跟认同自己各种不同的面向。第3个就是我们要学着放下二元对立的一种惯性模式在看事情。为什么最后要讲？因为其实生活心理师都有准备。但是我们其实前面在铺陈，其实全部都在讲我们刚刚讲的那3个哈，所以你看到这边之后，如果前面有点看不懂，你就再回去再看一遍，就是又是一个学习的历程。所以今天其实我觉得羡慕跟嫉妒这个议题在现在真的很常被讨论，但是其实这些感觉有些时候其实对我们来说比较陌生，或者是好像觉得说不可以表现出来，不可以展现了就会很害羞，或者是好像很羞耻的感觉。但是其实盛峰心理师说的是，其实情绪感受，或者是大家去看脑力急转弯，那本身就是中性的。但是我们可以怎么透过这些情绪去认识自己，跟自己的内在对话？其实这才是我们这个专题，或者是在諮商，或者是影片那个电影想要传达给各位的一个意义。刚刚有讲到羡慕跟嫉妒不常被讨论，因为很容易会有那种害羞或羞耻感。我们下礼拜就要来谈阿修的这个角色，这个角色也不好谈，但我们下礼拜见喽。那我们每个礼拜5晚上会在脸书跟 YouTube 播放，希望下礼拜见到你喽，拜拜。拜拜。